上一期刘姥姥决定舍着老脸去荣国府碰一碰，当晚记忆已定。那么这一期咱们看她怎么真刀真枪闯贾府。一个乡下老太太带着5、6岁的外孙进京城最显赫的豪门，这个难度堪比现在的普通人进入世界500强总部找 CEO 借钱。那么刘姥姥紧张吗？当然紧张，但是她有一个独特的减压方式，一紧张就打板儿。来，我们听听原文。次日天未明，刘姥姥便起来梳洗了，又将板儿教训了几句。那板儿才5、6岁的孩子，一无所知，听见带他进城逛去，便喜得无不应承。于是刘姥姥带他进城，找至宁荣街，来至荣府大门石狮子前，只见簇簇叫马，刘姥姥便不敢过去，且掸了掸衣服，又教了板儿几句话，然后蹭到角门前。只见几个挺胸叠肚、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说东谈西呢。刘姥姥只得蹭上来问：“太爷们纳福？”众人打量了他一会儿，便问：“哪里来的？”刘姥姥陪笑道：“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爷的，烦哪位太爷替我请他老出来。”那些人听了都不愁彩，半日方说道：“你远远的在那墙脚下等着，一会子他们家有人就出来了。”内中有一老年人说道：“不要误他的事，何苦耍他呢？”因向刘姥姥道：“那周大爷已往南边去了，他在后一带住着，他娘子却在家。你要找时，从这边绕到后街上后门上去问就是了。”刘姥姥听了谢过，遂携了板儿绕到后门上。只见门前歇着些生意担子，也有卖吃的，也有卖玩耍物件的，吵闹闹20、30个小孩子在那里厮闹。刘姥姥便拉住一个问道：“我问哥一声啊，有个周大娘可在家吗？”孩子道：“哪个周大娘？我们这里周大娘有3个呢，还有2个周奶奶，不知是哪一行当的。”刘姥姥道：“是太太的陪房周瑞。”孩子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你跟我来。”说着跳窜窜地引着刘姥姥进了后门，至一院墙边，只与刘姥姥道：“这就是他家。”又叫道：“周大娘，有个老奶奶来找你呢，我带了来了。”周瑞家的在内听说，忙迎了出来说：“是哪位啊？”刘姥姥忙迎上来问道：“好呀，周嫂子。”周瑞家的认了半日，方笑道：“哎呦，刘姥姥你好啊！你说说能几年呢？我就忘了，请家里来坐吧。”刘姥姥一臂里走着，一臂笑着说道：“你老是贵人多忘事，哪里还记得我们呢？”说着来至房中，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丫头倒上茶来吃着。周瑞家的又问板儿道：“你都长这么大了？”又问些别后闲话，又问刘姥姥：“今日还是路过，还是特来的？”刘姥姥便说：“原是特来瞧瞧嫂子你，二则也请姑太太的安，若可领我见一见更好，若不能，便借重嫂子转致意罢了。”周瑞家的听了，便已猜着了几分来意，只因昔年她丈夫周瑞争买田地一事，其中多得狗儿之力，今见刘姥姥如此而来，心中难却其意；二则也要显弄自己的体面。听如此说，便笑说道：“姥姥你放心，大远的诚心诚意来了，岂有个不叫你见个真佛去的呢？论理儿，人来客至回话，却不与我相干。我们这里都是各占一样，我们男的只管春秋2季地租子，闲时只带小爷们出门子就完了。我只管太太奶奶们出门的事儿。皆因你原是太太的亲戚，又拿我当个人，投奔了我来，我就破个例，给你通个信儿去。但只一件，姥姥有所不知，我们这里又不比5年前了，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，
都是莲二奶奶管家了。你道这莲二奶奶是谁呀？就是太太的内侄女，当日大舅老爷的女儿，小名凤哥的。刘姥姥听了，喊问道：原来是她，怪道呢！我当日就说她不错呢，这等说来，我今儿还得见她了。周瑞家的道：这自然的，如今太太事多心烦，有客来了，略可推得去的就推过去了，都是凤姑娘周旋迎待的。今儿宁可不会太太，倒要见她一面，才不往这里来一遭。刘姥姥道：哎呦，阿弥陀佛，全仗嫂子方便了。周瑞家的道：说哪里的话，俗语说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，不过用我说一句话罢了，害着我什么呢？说着便叫小丫头到道厅上悄悄打听打听，老太太屋里摆了饭没有。小丫头去了，这里二人又说些闲话。刘姥姥因说：这凤姑娘今年大还不过20岁罢了，就这等有本事，当这样的家可是难得的呀。周瑞家的听了道：我的姥姥告诉不得你呢，这位姑娘年纪虽小，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，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，少说些有10000个心眼子，再要读口齿，10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她不过，回来你见了就信了。哎，就只一件，待下人未免太严些个。说着只见小丫头回来说：老太太屋里已摆完饭了，二奶奶在太太屋里呢。周瑞家的听了，连忙起身催着刘姥姥说：快走快走，这一下来她吃饭是个空子，咱们先赶着去，若迟一步，回事的人也多了，难说话，再歇了个钟觉，越发没了时候了。说着一齐下了炕，打扫打扫衣服，又教了板儿几句话，随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贾琏的住处来。好，原文先演播到这儿啊。这段最有意思的就是刘姥姥的紧张综合症啊，您发现没有？她一紧张就打板儿，出门前又将板儿教训了几句。板儿才5、6岁，啥也不懂，听说要进城逛就高兴，结果被刘姥姥抓来当了个陪练。到了荣国府大门，簇簇叫马，刘姥姥先掸了掸衣服，然后教了板儿几句话。这像不像现在家长带孩子去面试，自己紧张的要死，先让孩子背台词？更逗的是，临走的时候，周瑞家的催着要走，刘姥姥又教了板儿几句话，一个早上教了3回。板儿的内心想的是，我就是个工具人。那这里提醒观众可以细心观察啊，刘姥姥后来进大观园，每次紧张就打板儿，要么让板儿说话，要么打板儿出去。这个老太太紧张打板儿是个条件反射，这是曹雪芹写人物的高明之处，不用写刘姥姥很紧张，只用写她折腾板儿，你就全明白了。咱们再说这个周瑞家的啊，这个人精得很，他认了半日才想起来刘姥姥，说明压根儿没把这门亲戚放在眼里。但为什么又肯帮忙呢？2个原因，一是当年争买田地多得狗儿之力，欠了人情，二是也要显弄自己的体面，在穷亲戚面前显摆自己在贾府的人脉，这个心理多么的真实啊！就像现在有人帮老乡办个事儿，一半是人情，一半是想听对方说：哎呀，您在城里混的是真好啊！然后最关键的信息来了，王夫人不管家了，现在是琏二奶奶王熙凤掌权。周瑞家的介绍王熙凤，少说些有10000个心眼子，10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她不过，还加了一句，就是待下人未免太严些个。这等于给刘姥姥打预防针，待会儿见到那位可不是个善茬。那么刘姥姥立刻就调整了战略，从找王夫人改为找王熙凤。刘姥姥终于要见到这位凤哥了，她这一个早上教的板儿的那些话到底能不能用上？王熙凤又会怎么接待这个8竿子打不着的穷亲戚？咱们下一集接着讲。